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转移时代的人。过去常在聚会中听到转移时代这个词，然而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乱、科技和经济都高速发展的成平年代，我想这样的时代还需要转移吗？这样的安于现状似乎也在神的儿女中间蔓延，神和神的旨意不再被人纪念。然而近几年国际局势诡谲多变，瘟疫传播，谎言横行，我才惊觉世界的邪恶本质其实从未改变。我为着自己不冷不热沉睡的光景而悔改。这样的时代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？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？在创世纪，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，好让人彰显他、代表他，并且为他管理全地。这是神造人原初的心意和他赋予人的价值和意义。所以人活着本该彰显神的荣耀，活在神的权柄之下，为神掌权。然而仇敌肆意破坏，煽动人向神独立，背叛离开神的掌权，使人不再能彰显神、代表神。创世纪11章巴别塔的建立，正是人背叛神、弃绝神的极致。他们挑战神的权柄，高举自己的名。然而神向着他不改变的旨意是信实的。每一次时代的更迭，他都将人恢复到他永远的心意里，就是他的掌权和他的荣耀。而那些明白他心意的人，他们顺服神的权柄，带着神的掌权，活出神的荣耀，与神配合，成为转移时代的人。撒母耳在旧约中是一个显著的例子。在祭司职分衰微败落的时候，撒母耳听见并顺服神的话，活在神的掌权中。神的国和神的话是他侍奉的中心和内涵。他服侍了扫罗，又兴起了合乎神心意的大卫，让神的掌权重新回到神的子民中间，让神的荣耀再一次彰显在地上。他结束了士师的时代，带进了君王的时代。撒母耳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。但以理和众多被掳的选民一样，在外邦王的管制之下，他却选择活在神的掌权中。神的宝座和神的话主观隐秘地供应了他，使他得以拒绝世界的贿赂，彰显神的荣耀。虽在被掳之地，他却以神的旨意为念，关心神的权益，背负神的子民。他的一生见证了神的权柄，彰显了神的荣耀。因着他，神的子民得以归回到耶路撒冷，正确地彰显代表神，成为神圣别的国度。但以理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。时代转移的行动大门从未停下脚步。到了新约，为了将自己实际地注入到人的里面，好让人真正地彰显代表他，为他掌权，主竟然亲自穿上血肉之体，成为人，活在父的掌权里，彰显父的荣耀。他更死而复活，成为赐生命的灵。今天借着相信他，我们的灵与他的灵成为一灵。这个转移时代的实际竟然就在我们的灵中发生。神的智慧实在奇妙，无法测度，令人赞赏。每当转向我们的灵，我们就可以时刻经历从死亡到生命，从旧造到新造，从黑暗的权势到神爱子的国里。
这一切的秘密和实际都在我们的灵里。教会生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灵中让主得着地位的生活，那是神荣耀团体的彰显，是神掌权的圣别范围。我们的灵是时代转移的明证，也是主再来的凭借。今天我的灵转移了时代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